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每天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有什么数码科技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后台向我提问。下期就让你上电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白问，我是小白啊。这一期视频本来要是拖更的啊，又说要是拖更，因为这个录制的时候已经是星期五了，然后估计剪完了再上传啊，就得星期日了啊。这个压力呢，主要是来自于前边的那个性能大测评。没有看那期视频的，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真的是花费了我们巨大的精力啊，把这个今年的旗舰处理器还有各家的优化都做了一个对比。还有就是魅蓝 Note 6了。好了，那咱们就不废话了，这一期呢来看一下这一周小伙伴们又有什么集中的问题要问。OK， 干货多屁话少，第6期白问马上开始。时间来到8月底啊，各家呢基本上都已经渐渐消停了，要避一下苹果的这个锋芒，尤其是今年这个 iPhone 8。已知的发布会呢，就是前面这个魅蓝的 Note 6，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台机器啊，毕竟是官司之后。官司之前有一台魅蓝的，很早之前了，这个骁龙的处理器的手机，这次呢是用了一个625，比较难得一个明确的信号。还有就是月底呢，360呢也是有一个发布会，360啊再不开发布会，估计都被大家给忘了啊。好，来看一下问题，第一个是来自咱们微信公众号的网友。叫小丑，白哥，下个月就要发售苹果8了，等发售之后3500块钱入手 iPhone 7P 128G 合适吗？本人学生党，3500，如果你能买到7P 的话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估计有点难。iPhone 发售之前呢，就是老 iPhone 的价格波动是这样的，它先降价。然后等着发售之后，肯定就是新 iPhone 买不着啊，它估计都得2-3个月才能就是现货开卖那个意思。估计今年的 iPhone 8呢，要等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才能大量供货。这个就是 N 多渠道验证的消息啊，搞不好年前 iPhone 8将会被炒到1万块钱以上，甚至达到12000。新 iPhone 发布之后，老 iPhone 一般都会先涨一点，然后1-3个月、1-2个月之后啊，然后它又降下来，降的比发布之前还要多。所以说3500如果能拿到7P的话，128G 那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OK， 来看下一个问题，是咱们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评：1800块钱 ZOK ZR Pro 还值得买吗？最近很多小伙伴都问我这个 ZOK， 因为这个牌子联想那边估计是给搞没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应该是已经消失了。所以说它的机器降价还是比较厉害的。上一期呢，咱们聊过了一个 ZR， 其实这个 ZR 和 ZR Pro 啊，这两台机器都是比较偏向于机油使用，比如说你刷个机啊，或者说自己有什么爱好啊，来改一改，玩机党可以。如果要是平常的，就是老老实实的，或者说给这个父母买，给姐姐妹妹买啊，是吧？我不建议，因为系统维护上呢，可能就不像其他品牌维护的那么勤，而且配置上啊，这个咱们实打实的说，这个 ZR 和 ZR Pro 呢都是比较高的，然后性价比呢也都不错。OK， 来看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B 站的网友职业赢家，请问 ZOK ZR 4G 加上 64G， 重度游戏患者经常崩坏3，机内加有石墨烯散热纸，想要保持外观需要贴膜吗？会不会影响发热？先说这个4G 加上64啊，ZR 呢，这个配置呢，我觉得玩崩坏3是有一些压力的，但是呢也是可以运行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发热稍微会有一些严重。还有就是你说的贴纸会不会影响发热？这个我记得之前在小白测评的视频中呢跟大家聊过，就是无论哪款手机啊，无论现在是什么手机，只要你是贴膜还是夹壳，都会影响它的发热的。因为它的发热，这个手机的设计上呢，基本上是按照裸机来进行设计的，尤其是那种淘宝上卖的所谓的防摔壳，外面那个硅胶巨他妈厚啊，所以说你摔到地上，是能保护你的手机，但是发热确实把温度捂在里面是比较严重的。我个人呢用的平时的壳都是这种 PP 的，就这种。来看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B 站的网友武汉市南湖中学行政组严伟，哇，你还是个官啊，几道杠啊你？
小白你好，谈一下Emotion UI、KOS、MIUI 还有 Flyme 这些常见的国产系统 SoC 的调度机制。SoC 的调度机制呢，其实跟各个机器是不一样的，因为处理器呢公版出来之后，比如说骁龙的也好，这个麒麟的也好，还是 Halo 的也好，它们都是一样的。然后基本上是厂家根据自己手机的定位，还有就是电池啊、续航啊各个方面来进行不同的调度。比如说联发科的处理器，之前啊会有什么1核有难9核微观情况，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改掉了啊。调教呢还算是可以，但是它整体频率呢并不太高。然后骁龙的呢处理器呢基本上是比较激进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对它这个不做任何限制的时候，当然它温度也是比较高，比如说1+5就是一个激进835的一个代表，还有就是以华为 P10为代表的这个麒麟处理器阵营，它是杀后台比较严重的，这个在之前性能优化大测评的一些视频中跟大家聊过了啊。在处理器的性能方面呢 ，CPU 是比较强的，然后 GPU 呢稍微弱一些。魅族 Pro 6P 逆支调度吧，8890全程锁2个核，这个也是为了功耗上的考虑综合考量的一个结果。但是看咱们视频的人可能都是比较懂的，比较基友嘛，都希望全部给释放开不，这个就你在买机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关注很久，球上电视。好，来看下一个问题。花藏蓝空，哇，这名字好有诗意啊！小白你好，最近魅蓝Note 6出来了，发布会上宣传的拍照效果很好，只是为了拍照效果买魅蓝Note 6换到我现在的坚果 Pro 值吗？我们平时不玩手游，对性能要求不高，625来说对我已经足够了。单从拍照上来讲啊，就是目前呢，魅蓝Note 6这机器呢，我们只是在公证版上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体验，时间是非常紧的嘛。跟坚果对比来说呢，在拍照上确实要比坚果要好一些的。就目前情况来看啊，我不下最终结论，因为我买到量产版之后再做详细的测评。就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算法上还是这个实拍效果上，确实比坚果要好一些。但是跟小米的5X 呢，基本上是持平。严格意义上来说，好像还差那么一点点。当然，这个最后大的测评出来，咱们再看。好，来看下一个问题 ，MLY 西浅又是这种很二次元的头像啊 ，B 站上都是这种。小白，我想问一下，如果选择一部备用手机，该选什么好呢？选择红米的5A还是魅蓝的5S？700元以下，希望小白给点建议。其实我建议，如果你要是买备用手机的话对性能要求肯定是不高，你可以买一个长续航的手机，比如说像 Max。现在来说可能会有一点老，但是既然是备用手机的话，我觉得续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量点吧。就这2台机器的话呢，我比较推荐的是5A，因为5A 的话呢，毕竟是今年的新机，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选机方案，就是买新不买旧。OK， 来看下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创始人白哥21:9显示器能配Mac Mini 吗 ？Mac Mini 现在我已经非常不建议买了，因为它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在这个配置上还是使用体验上虽然说它是一个苹果系统吧，但是在硬件配置上确实是有一些落伍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等新的，或者说考虑一下别的主机。21:9的显示器还是可以配的这个倒是没有什么问题。OK， 来看下一个这不是问题。锤子科技 CEO 罗永浩，我看什么时候能在 B 站把这些科技圈的大佬给集齐了小白、余承登、黄章都来了，那我也来吧。好，来看下一个问题，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号的网友阿少123。小白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 VR 体验最好的手机除了三星以外，还有别的什么手机？根据现在 VR 的形势，是这个等待更好的手机出来呢，还是现在买都比较好？买手机的话不对，你应该说是买 VR VR 呢，也不是说三星的手机最好，而是三星的它那个 VR 设备最好。它是由 Oculus 跟它合作开发的。Oculus 是非常专业的一家这个 VR 厂商，所以说它做出来的东西呢是比较专业的。其他的什么包括什么小米之前什么乐视的，包括一加也之前也有基本上你买个纸盒都能达到那个效果，只不过是佩戴上面稍微舒适一下，大体效果真的没什么区别。你要想买一个 VR 的话呢，目前来说配手机的话，确实还是三星的比较占优势，因为 Gear VR 嘛，它的那个 Oculus 给它来做这个后台的内容还有就是一些体验上确实还是不错的。等待更好的手机，Note 8，三星 Note 8还没有上呢。好，
来看下一个问题，微信公众号网友来什么 SS 英文一个名啊？大哥你好，开学大一想买一个能用1年的手机，预算不多1000封顶，平时聊聊什么微信、QQ 看看电影，偶尔打游戏，有什么好推荐吗？关注小白测评半年多了，会关注白问。1000块钱的手机的话啊，我个人觉得基本上都是扎机互折的状态，然后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最 OK 的 Z2，然后或者说是小米1000元以内的机器，因为在这个价位段呢，今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1000元以下厂商都基本上已经不做了，大家目前今年做的手机都是1500块钱起跳，包括这个魅蓝的 Note 6今年的，基本上1699那个机器是它的主打机型，包括小米这边也都是这个状态。OK， 来看下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简，社会我白哥人狠话不多，我想入手1+5，请问在官方网点购买还是某宝购买好一点呢？记得下一期去我评论，我不用狗东买东西，你就不用推荐我了啊。这个1+5的话呢，对于这种纯线上的这个品牌，也是基本上面向这发烧友即刻的，基本上还是要在它的官网购买，或者说天猫这种有开官方发票的地方购买。某宝呢，造假呢也是没有啊，但是呢不排除上了时间长之后，它有一些返修机啊，或者说翻新机啊这些机器出现，因为它毕竟没有这个官方发票，这个正规的发票和保修嘛，所以说价格上呢其实也差到不太多啊，我刚才也看了一下，也就差个100-200块钱的样子。我建议还是大家在官方渠道购买啊，天猫啊，或者说你说的狗东啊，虽然不推荐吧，还有就是官网。OK， 来看下一个问题。蓦然回首，脖子疼。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小白，我妈特别喜欢 OPPO 的手机，她总说质量好，而我总和她说 OPPO 手机高价低配不值得买。她也不相信我。我和她说买 OV 不如买小米，她就是不听。你不知道上一期有这个人是吧，在哪儿什么之家吐槽我吗？小白测评的白问栏目竟然推荐 OV 这样的手机，有多无良？其实这个你并不需要怎么去解释。其实 OPPO 今年的R11还是挺不错的，这个只是说受众不一样当然，这个咱们说 OV 的手机啊，我在这特指的基本上也都是它的旗舰机，它的这个1000元机真的确实是有点不堪入目啊，竟然还有720分辨率的这个手机，我真的是有点不能忍啊。所以说没有必要去跟他过多的去解释，你自己打工赚点钱，直接给他买一小米，不让他自己买，这个才是王道，是不是？好，来看下一个问题，微信公众号小伙伴白头丝对吧？小白最近想要换手机了，看中 iPhone 7亮黑128 G 的三星 S8 64G，十分纠结该选哪部手机。三星的系统还不像以前一样卡吗？之前的手机都是用安卓的，球上没事。三星的手机其实就目前来看啊，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有一点些卡的，因为在上一期的那期性能大测评中啊，跟大家聊过了，就是国际大厂呢，它终将面对的是全球市场那么多国家，它终将也不会对专门一国的这个手机用户呢做这个最底层的本土优化，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纠结的话呢，还是建议你买 iPhone 7吧，但是我更推荐是7P， 因为 iPhone 7的话跟 iPhone 6S 的改变真的实在是太小了。还是 iPhone 7P 攒钱吧，好吧。如果你要担心的话，但是这个 S8这个系列呢，真的是非常好看啊，真的是非常好看，在颜值上赢了 iPhone 实在是太多了。OK， 来看下一个问题是咱们微博的网友啊，旧梦137小白，这个用 iPhone 这一点特别不适应，总是漏掉信息。反观安卓手机这点做得很好，在手机上做一个护星。三星 S8是在左上角能够提醒你未接的电话和信息，未接来电是闪白灯，这个未接 QQ、微信是闪绿灯，一目了然啊！你这是给三星做玩了吧？苹果完全可以把后部件的白块这个做成呼吸灯，为什么不做呢？因为苹果傻呀，所以他才不做呀。开玩笑啊，这个跟之前我很像啊，就是设计党就总觉得自己的有一些很多这个设计想法呢，其实是特别好的，但是其实了解多了你就会发现真的不是啊。苹果这个呢，就是它可以把这个摄像头呢变成一个就是那种闪光灯，可以来做一个简单提醒，但是确实没有呼吸灯的这个设计。苹果呢当然有它自己的考量，你说的是把这个白圈做成一个呼吸灯是吧？我这是黑色手机啊，你说的应该就是外边这个金属圈后面键的这个上面做成灯，那这个难度可就高了。还有就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在一台手机上，那都是需要这个内部的工程师啊，包括解构工程师啊，做巨大的这个妥协和内部设计的，真的不是大家想那么简单。所以说，每一个小小的设计能反映到手机上，都是经过 N 多实验才有的结果，不是说咱们是吧？嘴上一说，敲敲键盘，就是它就设计得了的。这个就区别 iPhone 与三星呗。你看苹果多傻呀，买这个 S8 就可以了，是吧？OK， 来看下一个问题 ，NZ 神的恩惠，
是来自咱们微博的小伙伴小白，你觉得全面屏手机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吗？对，肯定是必然趋势啊。简单来说，就是以后每个人的手机就是全面屏的，毕竟现在全面屏的手机已经萌芽了。如果那是需要多长时间？你就是意思是需要多久手机是吧？全面手机我估计应该用不了多久吧，顶多也就是1-2年的时间，基本上都会变成全面屏的手机。有一句话嘛，就是说这个最牛逼的科技就是让大家感觉不到科技的存在。你看，就是这个上面有额头，下边有下巴，还有按键啊，什么摄像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想想它最终状态，如果要是发展成一块玻璃，就是一块透明的玻璃啊，什么都有，特别屌，是不是很有未来感？就是科幻电影那种演的。就是在实际使用中不太需要的东西，它慢慢都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消减掉啊。比如说什么这个按键啊，到没准啊 N 多年以后啊，可能会跟你的意识相连接。你脑袋里一想给谁打电话，自己嘣儿就打电话了，是吧？当然这个就说的比较远了。OK， 下面这个问题呢是咱们微信公众号里边付费问答的一个小伙伴。小白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想买129、4加64和6加64纠结中，不考虑128G 内存，64是够用的，切换任务不卡就行，2年，4G够不够用？希望上一次百问节目，祝小白测评越来越好，感谢。对于荣耀9这台手机呢，在性能测评中呢，咱们也是对它基本上已经全面的了解到了。你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差的 eMMC 的这个内存，但是如果你要是想用2年的话啊，我还是非常建议你买一个6G 内存的，反正就是买荣耀9吧，我就不建议买4G 的，因为你是旗舰机了嘛，买个6G 一步到位，再加上它这个闪存方面，照其他机器要差一些。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微博的网友 RapPaOS Time。小白，我和朋友吵起来了，求你回答我一个问题。现在基本上所有手机都配备双摄像头，请问这个潮流或者趋势是哪个型号手机带起来的？注意，不是问哪个型号是第一个用双摄，是问这波节奏是谁哪个型号带起来的？求你答复啊！双摄呢，很早就有了啊。这个如果要是追溯到最早的，那就很远很远了。就比如说那个可以拍什么裸眼3D 视频那个 HTC 的手机吧，具体型号我都忘了。然后还有就是 M8 呀，反正就是双摄手机是很早就有的。但是真正的就是用它来改善成像质量、被带节奏的啊。应该国产应该是华为这边，华为最早的这个双摄手机，比如说之前这个 P9 徕卡加持的那个，然后整个大市场带节奏的者就是7P，当然这个双摄是很早就有了，只不过是我说的是全市场全部带起来双摄这个风潮的还是 iPhone 这一边，因为它毕竟还是无论是在设计上啊，设计上虽然落后了，但是今年 iPhone 8应该是有改进，还有就是优化上啊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就是这2台机器。最后呢，再说一句，就是我发现啊，很多别人的视频啊，这个不管是问答的也好，还是什么测评的视频，硬币都奇多，但是我发现我之前的视频都200个，100-200个硬币啊，太少了。OK， 赶紧用你们的硬币砸死我，就现在，我给你3秒钟时间啊，1、2、3，砸完了吗？在哪儿？是在这边还是这边啊？赶紧的。OK， 最后呢，再说一个，就是最近很多这个小伙伴来评论也好，私信说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在这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因为比较多，就是普通大学生呢确实是没什么钱，可是机器一涨价啊，你就开喷开骂厂商，这个就是你的傻逼了，我觉得，因为成本狂涨啊，你指望厂商还1毛钱不给你涨，天天跟你玩性价比，你以为厂商做手机是福利机构吗？那免费给你发手机算了，对不对？当然，对于这种人啊，我感觉这个就算给你发手机，你也会挑三拣四的啊，你还是得用手机了。我2年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做兼职呢，基本上每个月就能挣1500块钱左右。现在我估计应该也差不多，或者是比那更多。你再攒个几百块钱买一个旗舰机，其实是妥妥的。你自己是个懒逼，你还老想用千元机买上旗舰机的体验，然后不给你，你还说这个厂商不要脸。我确实是有点小无语啊，又说厂商无良的。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就是在开喷之前呢，先抱紧键盘。我这些话呢，并不是针对特别的人啊，只是说那些这个一味强调性价比啊，只想用千元机买这个旗舰机体验，嘴巴还不怎么干净的那些人啊。老铁，这些话应该没毛病吧？好了，这一期的白问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每天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有什么问题想下期上电视，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推送的文章底下留言，或者说后台回复就可以了。还有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上一期的中奖名单呢，就是这个小伙伴。这一期呢，咱们抽奖的依旧是桌面的移动电源，非常精致，我就不拆了啊，特别好看。然后一个桌面的移动电源，可以当一个装饰品，也可以带出去用。一个桌面移动电源，我就不拆了。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干货多，屁话少”
下期让你上电视还能抽奖。拜拜。